侯府嫡远配琅琊王世子，真是天作之合。王爷走得太突然了。我叫江婉玲，与裴安结亲7年，本以为恩爱相守，却在公公去世当天意外得知所谓的幸福，不过是一场。天冷，姐姐喝茶暖暖身子。灭门骗局，计划很顺利。我的夫君，我的妹妹，你们好狠的心！王爷，姐姐好可怜呀，她一直以为你此生最爱是她。笑话！我娶你只是为了报复我那个死了的爹裴彦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我亲爹，而是我的杀父仇人。我10岁那年，我的生父和裴彦川一同上战杀敌，却因他裴彦川贪功冒进，害得我爹不幸战死，我娘也跟着殉了情。彦川，我一夜之间成了孤儿，可他自己反倒立功，成了琅琊王，还装作好心，把年龄虚加了10岁，要收我为义子，奇耻大辱，我怎能不恨？等他病死传位，得等到何时？不可能，全家都知道公公为人正直仗义，他定是因为想将琅琊王位未来传给你，所以才会认你做义子。当然，当年他对你一见钟情，一心想要娶你，却不料你钟情于我，伤心了好一阵呢。我用你做饵，骗他入局，杀他简直轻而易举。不只是他，还有你最亲爱的外祖父。你说什么？你外祖父吃的毒点心是我前几天以你的名义送的，等他毒发无力挣扎，再让裴安哥哥亲手钉死在棺材里。只有这些爱你的人死了，才不会有人记得我曾是庶女，我才能安心的做裴安哥哥唯一的王妃。差点忘了，我也不是你的亲妹，我的亲爹可是我朝最厉害的。不得好死！丢弃乱葬岗，喂野狗！是。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我重生了。醒醒！你那个叔妹江婉如说要给你摘荷花，不幸落水。裴安救她时，2人肌肤相逢，现在正哭着要寻死呢。荷花寻死是这一天，是我与裴安定亲这天。我早说你那个叔妹不是省油的灯，你还不信？如芝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又有尚书千金的身份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，你立刻去。老天既然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爹，大庭广众下我与姐夫肌肤相贴，被他看了身子，我没脸见人了，不如一死了之。伯父，如儿若是死了，玲玲定会伤心，不如等玲玲来了再做打算。上一世江婉如和裴安一唱一和，最后反倒是我得求着江婉如嫁过来做平妻，这辈子老娘绝不活得这么憋屈。姐姐，你玲玲，此事不怪如儿。我的傻妹妹，我打你是心疼你，一株花罢了，值得你豁出性命吗？从小到大，每次受伤都是因为自作主张给姐姐帮忙，姐姐心疼你。玲玲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只顾自己幸福的。是啊，既然你和这位准姐夫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不如让他娶了你吧，我不介意的。不可！宁宁，休得胡闹！你知道我心中唯有你一人。横刀夺爱之事，如儿宁死也做不出。只要他再求我们几次，我们就为难答应下来。此局我们赢定了。果然，江婉宁这种女人最识得大体，用此计嫁给王爷真是上策。哦，既然你们都不愿，那好吧，那别嫁了。什么？可如儿名誉已毁，不嫁世子，日后如何嫁人？爹，我看之前来送肉的王屠夫就不错，为人老实，家底也殷实。爹，如儿好歹也是千金之躯，怎可与屠夫相配？此言差矣，妹妹的小娘以前还是歌姬呢，若不是嫁了父亲做妾，以你小娘的身份嫁个屠夫都是高攀。我愿意嫁世子，女儿不求名分，只求能跟在世子身边，哪怕是做个妾室，女儿也心甘情愿。真有意思。
琅琊王殿下，您请上座。你这演技，也就偏偏瞎演的江婉宁，我呸！沈小姐，请你慎言，这是我与江家的家事，与你何干？家事？裴安，你勾搭未来小姨子的事儿，都快成了全京城的笑话了。这些是你写给我的情书，这信件怎么没烧掉？这是从如儿和裴安私相授受的书信，竟如此露骨。哼，裴安，这就是你对人家女儿的承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此生唯她一人。爹，玲玲，你听我。3年，整整3年的感情，裴安，我把你当成未来的夫君，你却在和我的亲妹妹暗通此词，还设计这样一出戏，你们把我当傻子吗？江大姑娘放心，此事是我儿亏对江家，你放心，本王早已求过圣旨，未来的琅琊王妃只能是你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裴彦川这么帅？反正这一世我是不要嫁给裴安那种阴险之人了。既然你前世钟情于我，那这一世不如……王爷，既然裴安与我妹妹情深意重，我不愿夺人所爱，只是也请王爷给我、给侯府一个交代。那是自然。今日你所言，本王定应允。那就请王爷娶我为妻，还请王爷娶臣女为妻。别胡闹，这是琅琊王，怎可冒犯？爹，王爷娶我是势在必行。让他把话说完。圣上下旨，说未来琅王妃必须是我，并未说琅琊王必须传位给谁。只要琅琊王之位未来不传给裴安，您娶我就是既不忤逆圣旨，又能保全两家颜面的好法子，是势在必行，更是上上之选。此话不错。不行，若是如此，琅琊王之位就再与我无怀了。不可，不可！玲玲，我对如儿只是一时情难自已，我心里最重的是你啊！你不能就这样不要我了。世子自重，日后我若是嫁给王爷，就是你的后母。按规矩，你应该称我一声母亲。此事本王允了，只要江家同意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小女嫁得王爷，是江家之幸事。恭送王爷。明日下午，明鼎茶楼，本王有事找你。父亲，父亲，您不能强娶自己儿子的心爱之人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江婉宁，你宁愿嫁给我爹，也不肯原谅我。他们还未完婚，咱们还有机会。差点忘了，我也不是你的亲妹，我的亲爹可是我朝最厉害的。这才只是开始，裴安、江婉如，这一世我一定会把这一切都查清楚。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样一样讨回来。你不愿娶我？不是不愿，我身患奇毒，时日无多，有了这和离书，日后我突然离世，你也好另嫁。身患奇毒？本王早年在战场上不小心中招，除了圣上，旁人都不得知。快走，这里有埋伏，有人要杀你，对面有刀光。姑娘鞭子耍得不错。敌人可不只会从前面来。你知道有刺客？本王身边常有刺客，和离是早晚的事。王爷，别想用刺客吓退我，你我之间只有丧偶，没有和离。阿川，这姑娘了不得啊！不用多礼，不过这小丫头看上去已经一点不记得你了，看来你今日又白折腾一番，能再遇到她就够了。慢慢来吧。我娘和外祖母去世后，外祖父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
前世我为了与裴安多见一面，也总是让他孤零零一个人，甚至最后，这一世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家人，绝不让任何人动他们分毫。小姐，真的是你，快进来！老太爷，小姐来了，小姐来看您了。又是那个二丫头，说我不在。外祖父，是琳琳，琳琳来看您了。以前是琳琳不懂事，惹您伤心了，求外祖父原谅。宁丫头，真的是我的宁丫头。傻孩子，快起来！外祖父怎么会怪你呢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今日高兴，去将我珍藏的酒拿来。是，老爷。赵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府上只有一个老人，下人做事自然就敷衍了许多。你别怪他，厨子偷懒罢了。你要是想吃别的，我让他们重做。外祖父，您年纪大了，饮食上可不能马虎。您放心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恐怕又是有人搞的鬼。你们谁是管事的？哟，哪儿来的小丫头跑到太傅府的后院？怎么看我们老太爷孤身一人，想来毛遂自荐，给他暖床啊？放肆！你敢在太傅府上动手，不想活了！大胆！我是侯府嫡女太傅的外孙女，你们岂敢动我？外孙女？哼，吓唬谁呢？谁不知道她都好几年不曾来了，我从进了这府就没见过她。你莫不是见着太傅府做事轻松，想来分一杯羹吧？我看就是冒牌货。兄弟姐妹们，有人想抢咱们的饭碗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出去！一起上，拿下他！来人！这好歹也是太傅，只因我不怎么回来，下人就敢如此张狂，这绝不是克扣了点饭菜那么简单。我再问一遍，是谁教你们如此怠慢我外祖父的？太傅府上偶尔死一两个不听话的奴才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是侯府的二小姐，她每次来都会赏我们银子，让我们……是江婉如？对，就是二小姐江婉如，她也是二小姐派来的，我们都是被逼的。对，我们都是被他逼着的。他让我们克扣老太爷的吃穿，还让我们……还有，不能说啊，说了我们所有人都会掉脑袋的。这老实交代的，留一条活路。若有隐瞒，别想踏出这个院子。你真的敢杀人？我说，说，老太傅时常生病，每次开的药，二小姐都让我暗中换成能让人精神不济、久而久之神识不清的药。跟我外祖父，你是帮凶，我可从来没说过会放过帮凶。你确定你要找的那个小神医在这条街？求求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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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！滚开！于海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前世就听说他能解世间七毒，可惜被裴安关进了大牢，现在又沦为了官差欺凌的对象。求求你，官差大哥，我过2日一定补上，求求你了！这车子能不能先留给我？我全家当都在这车上了。少废话，在这儿摆摊就得先交钱。求求你，宽限1日，就1日，我家中还有80岁的老母要吃药啊！80早该死了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不如找个草圈凿了扔了。求您了！
他娘的，你敢伤老子！反了你了！你敢对官爷动手，找死！我只看到你们仗势欺人，我倒想问问，这街上摆摊，何时要收摊位费了？你算老几？我们孙大人的话就是规矩。孙大人，孙贵，好大的官威！一个小小的知府，敢中饱私囊！大人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！来人，把他们3个全都给我押进大牢，重刑伺候。要押我，跟2位姑娘无关。就凭你也配跟爷谈条件？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你们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，琅琊王妃也敢抓！琅琊王妃，你冒充谁不好？冒充琅琊王妃？琅琊王府哪来的王妃？倒是听说世子爷定了亲，难不成你想说你是世子妃？她当然不是，她是未来琅琊王世子的娘，后娘。哼，上赶着给人当后娘，我看你是疯了！兄弟们，给我把他们的衣服扒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王妃的凤印！畜生！你敢阻拦官差办案，找死！兄弟们，给我往死里打！上！上！住手！世子，宁宁，真的是你！宁宁，昨日不过是个误会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去找父亲说清楚。世子请自重。这位是未来的琅琊王妃，你未来的娘，你怎能直呼你娘的小名？世子的娘，她这么年轻，看着还没世子大呢。后娘也是娘，懂不懂？世子请自重，芝芝说的没错，我是你未来的娘。我不信，你真的就能放下我？非要我当众说出世子与我庶妹早已苟合在一起，世子才肯罢休。明明我们才是一对，你真要嫁给我爹？你才多大？赐婚圣旨是圣上下的，世子觉得不妥，大可去找圣上。琅琊王的儿子都在这儿，信了吧？王妃饶命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今日我若是普通百姓，恐怕早死在你们手里。求王妃饶命，这条街收摊位费是孙大人的主意，我们只是多加了一点。把孙大人给我请过来。这条街上被收过摊位费的，所有人都去官府讨回来。王妃说的轻巧，谁敢在父母官头上撒野？你们尽管去，若姓孙的不给，就去琅琊王府找世子。我儿身为琅琊王传人，不会不管你们的。世子不会不管，对吧？让姓孙的来找本世子。谢世子，世子能得此后娘，真是福气呀！世子做夫君不行，做儿子倒是不错。互相掌嘴20下，自己去大理律司找沈大人领罪，敢逃，杀！可恶！于海，谢王妃相救。你说你曾在军中做军医？是，只是老母亲病重，特赦回来照顾。军医都有补偿金，你为何在这儿摆摊？补偿金到衙门，到手只够买这小破车。又是那个姓孙的。于海，你愿不愿意跟着我？小的愿意。王妃不嫌弃，于海愿用毕生所学帮助王妃。谢王妃。
子莫生气，小心伤了身子。他竟然当众叫我喊他娘！想来姐姐是在赌气，她那么在意世子，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都怪如儿，是如儿没收好那些信，被姐姐发现了。此事不怪你。裴哥哥，江婉宁从前那么爱我，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没了感情。她一定是赌气，不然怎么可能嫁给裴彦川那个老贼？世子，如儿有一招。还是如儿聪慧，能为世子分忧，是如儿的荣幸。等我娶了江婉宁，除掉裴彦川，得了琅琊王之位，未来王妃就是你。来都来了，不如亲热片刻。世子，莫要因小失大。不过我可以帮世子舒缓一下身心。小姐，于海公子已经在别院安顿好了。好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。对了，海棠，最近江婉如那边消停吗？还真是自作孽，差点忘了，我也不是你的亲妹，我的亲爹其实是……可惜我前世没听清，这一世我定要查清你这位亲爹究竟是谁。走，叫王福出来见我。你们谁呀？大小姐，往日都是二小姐和柳姨娘来，伙计不认识您，恕罪，小的亲自去拿。掌柜的，今年有份假账，往年的也不用慌。这位大小姐从来不管账，给她真的看，她也看不出来。把最近3个月的换掉，放最底下就行。大小姐，账本都在这儿。王掌柜，这账可是有些不对啊。大小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王管事觉得呢？去年粮食供不应求，粮价高涨。大小姐记得不错，可账本上写着粮食发霉，亏损严重。当时想着价格还能再涨，结果放着放着就……发霉的粮食怎么处置了？低价卖给了一些村民。把购买记录给我，我拿着去找那些村民一一核对。大小姐，您这是不信小的。小的为侯府10多年，二小姐和她的母亲柳姨娘可从……全是假账。我粗略算了下，至少1000两利润被侵吞了，按律例，当处极刑。大小姐饶命啊！小的再也不敢了。王管事，你那1岁的儿子，大小姐刚学会叫爹吧？大小姐饶命，都是二小姐他们指使的，一共2万两，所有苗系都在您身后柜子里。大小姐饶命！每次和你碰头的是谁？二小姐身边的张嬷嬷。柳姨娘和二小姐对张嬷嬷极为倚重，什么事儿都听她的。王管事，你是从犯，一朝事发也要受刑，但若有人保你，就看你怎么将功赎罪了。是。江婉如，你的亲爹到底是谁？全身都抹上，能抹到的地方都抹。小姐，这味儿也太冲了吧，抹这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小姐，二小姐跟人约好了今晚出门，走，去碧荷院后门等着。站住！再不站住，我喊人了！你们是二小姐那儿的丫鬟？回大小姐，是的，小厨房米不多了，奴婢想去拿些，别耽误了二小姐的早膳。不用去了，我让人送过来。正巧我人手不够，你们2个来帮我。这怎么觉得你是二小姐的人，我使不动你？奴婢不敢。那就跟我走。我明日要和芝芝骑马，你们把马洗刷干净，顺便把马粪收拾了。大小姐，这不是马夫的活吗？大小姐让你做你就做，还是你想调到马厩来专门铲粪？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？穿着丫鬟的衣服，大晚上的偷偷摸摸，妹妹这是要去见谁啊？海棠，放。哪来的马夫？快赶走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我来帮你赶。
这儿有一只，这儿也有。海棠芍药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帮忙打！二妹妹要是出了事，仔细你们的皮！快把二妹妹送回院里，去叫父亲母亲。别叫父亲，此等小事。这怎么能是小事？海棠，快去请大夫，城东的孙大夫，他医术最好，快去！城东孙大夫离侯府最远，等他赶来，这张猪头脸可就定型了。老爷，求您快请大夫，如儿毁容了怎么办？宁宁已经派人去请孙大夫了。孙大夫离这儿最远，看到这如儿成什么样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琅琊王府有位神医常驻，不如我去王府把人请来。那是圣上赐给王爷调理身体的，因这点小事去请，恐惹圣上不满。老爷，求您听大小姐的。爹，我都是琅琊王妃了，去求一求不算什么。琳琳，辛苦你跑一趟。不过爹，女儿也不知二妹妹这么晚一副丫鬟装扮从后门出去是做什么的。这么晚了，如儿要去做什么？如儿觉得对不起姐姐，想去寺庙上香祈福，妾身让她夜里悄悄去的。姨娘糊涂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都是我不好，可他是好心。柳姨娘自打进门就装出一副柔弱面孔，偏偏爹爹还最吃这一套。小姐，您请个大夫换了8套衣裳了。这件好看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去见情郎呢。王爷，未来王妃来了，江大姑娘在门口，急得很。什么事？没说，就说求见您。难道是后悔了，来悔婚？带进来，你去把莫白也一起叫来。是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？世子，莫白，王爷救命！王爷，人家害怕。王，还不把你兄弟带走？吓到人了，拿你试问。江姑娘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想借王府大夫一用，二妹妹被马蜂蛰了。王爷哪里不舒服？无碍，我让大夫随你去。不如王爷跟我一起去。我一姑娘家大半夜的，万一在路上窜出只大虫把我叼走，王爷可就没媳妇儿了。罢了，本王随你走一趟。江姑娘，你我还未成亲，这与理不合。我怕莫白再出来。你怎么知道他叫莫白？糟糕，不小心把前世的记忆说出来了。我以前听咱们儿子说的。琳琳，父亲。王爷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。你这胡子太丑了，大婚那天剃了好不好？本王有后之人，剃不剃都一样。那给我讲讲先王妃呗。世子长得不像您，肯定像她多一些。不过普通女子。那您是怎么认识的？王爷脸红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个未开婚。一个女儿家，金知县。那日与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恐命不久矣。你我年纪差距。前几日56岁的兵部侍郎还娶了17的小妾呢，我都不嫌你这头老牛，你倒先嫌弃我了。他说不嫌弃。王爷，小事有劳您了。
爹，快进去看妹妹。还请二小姐摘下帷幔。老爷，如儿脸上有伤，这么多人，都是自家人，妹妹又不是见不得人。妹妹快摘了，让大夫看看。这儿除了爹娘，就是王爷和世子，不是外人嘛。世子，妹妹心里难过，不如你上前开导一番。妹妹刚从马粪里滚出来，身上味道大些是正常的，世子不会嫌弃的。马蜂有毒不致命，需按时涂药，饮食清淡，彻底好需1月有余。爹，我不放心，二妹妹成这样与我有关，不如她的饮食以后由我负责。也罢，如儿，还不谢谢你姐姐。辛苦大姐姐了。可妹妹，你想出去找我说就行了，大半夜装成丫鬟从后门走，还不出声，我没认出你。若是别人遇见了，还以为你出去私会呢。侯爷，做妾室也该懂礼义廉耻，莫要同样的法子用在不同人身上。大晚上你到底去做什么？老爷，妾身说过了，如儿想给姐姐祈福才。老爷，此事都是妾身思虑不周，妾身不过一个歌姬，有些事情处理的不好，是妾身错了。本是侯爷家事，我不便插手。只是宁宁日后是琅琊王妃，家里的姨娘日后若是还这样，那无论是侯府还是本王的这张脸，可都是要丢出京城外了。那就罚。老爷，妾身知错，愿意罚跪。妾身自己犯错，罚跪是应当的，侯爷不必担心。家里的事3番5次的闹到琅琊王那里去，跪就跪吧，总得长点记性。老爷，于海母亲的身子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说过几日就来谢恩，她对我很重要。还有，告诉王府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娘，你怎么样？药是开了，可他们送来的饮食全是清粥小菜。他就是故意的，可他拿着大夫医嘱做挡箭牌，我们说不出什么。跟世子的事败露，他心里能不恨？嬷嬷，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，派人出去买些吃食，再请个大夫给我和如儿看看。姨娘，梁福斋的王掌柜来了。没大事不让你来侯府，怎么回事？姨娘，小的得了个赚大钱的法子，这买卖做好了，利润至少翻3倍。什么买卖？不可，太冒险。娘，女儿觉得这是好时机。娘，咱们现在被江婉宁捏着饮食，私房银子也撑不了多久。要是不赌这一把，咱们以后在这侯府就只能任他搓圆捏白。鱼上钩了。娘，以前您管家的时候，克扣粮食低价卖给旁人，不也是赚银子？那能一样吗？卖给旁人顶多是家事，卖给西夏那是通敌叛国。娘，您怕什么？如今是江婉玲掌家，出了事是他顶着。可万一……您放心，这事儿极隐蔽，京城好多商人早就暗中倒卖了。您先垫些自己的银钱去民间收购些粮食，然后转手高价卖出，保证大小姐查不出来。啊，那得垫多少银子？不行不行，娘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哼！多谢小姐，小的这就去把梁福斋的存粮拿出去周转，3日之内带3万两回来。3日赚2万两。办得不错，这几位就是过2日跟你交易的人，剩余2万两我已经备好，你只需带着张嬷嬷走完这出戏。是大小姐。今日在碧荷院，除了你，可还有其他男子出现？回大小姐，没有。小姐，老太爷知道您换亲的事儿了，正等您呢。换亲这么大的事儿，1个2个都瞒着我，
要不是听下人议论，说你大半夜跑去王府给庶妹求医，老夫到现在都被蒙在鼓里。宁宁怕您听了着急，伤了身子。既然如此，狼夷王有件事，我必得让你知晓。此事除了当今圣上，就只有我知道。你可记得你小时候咱们州府旁边住的英国公府？英国公府，他家不是满门遇害了吗？是。那你还记不记得英国公府的小公子？当年英国公府108口满门遇害，其实是有1人幸存的。你是说琅琊王是英国公的？他就是当年英国公家唯一幸存的小世子谢川。当年那场突袭，英国公家的奶娘是拼死把他顺着狗洞塞进的州府。当时我们是第2天一早才发现的他。后来太子，也就是当今圣上出征，我就把他引荐过去，让他改姓改名，对外也只说是行军路上捡来的乞儿。竟然是他！可是当年屠他满门的西夏细作，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为何还要把他送走？这就是我今日找你来的原因了。小川清楚记得，当年闯进来的2个头领，其中一个是他。对，你小点声。阿川当年年纪那样小，若让他知道留了活口，必然斩草除根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跟去军营，远离京城。所以裴安也不是他的亲儿子。裴安的亲父本是裴彦川的副将，不小心中了埋伏。裴彦川去救人时中了毒箭，那副将心中挡了刀。所以裴彦川的毒是因为救人才中的。你早知他中毒，那你为何还答应嫁他？罢了，与其跟错的人相守一生，不如跟爱的人短暂相拥。那裴小子满心满眼都是你，我知道的，比他那所谓的义子好太多了。外祖父，但你那庶妹心思太深太沉，你未来嫁给裴彦川，必然也是危机重重。你们夫妻定要仔细提防江婉如和裴安2人。外祖父的话，你记住。孙女记住了。3日，3万两，娘，这钱来的也太快了。确实，咱们再多投一些，照这个速度，侯府那点家业算什么？话虽如此，可这买卖太冒险了。娘，是您教我的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我们不做这买卖，帮不了那个人。到时候那人要是生气……二小姐说的对，再看看江婉玲送来的那些吃食，分明是故意作贱人。银子自然是攥在自己手里越多越好。好，这次3万钱全投进去。是，夫人。等等，我这里还有2000两私房，你一并拿去，利润悄悄送给我，别让我娘知道。是，二小姐。还是3日。小姐，柳氏一向谨慎，万一见好就收。不会，柳氏虽然谨慎，但江婉如和张嬷嬷不会。再来一次，他们不仅会搭上所有，还会想办法借更多。你去找几个人，在张嬷嬷面前演一出戏，有意无意说说别人这几天赚了多少。小的明白。人性最经不起的就是比较。芍药，去买2头猪，养在后院，再买些猪饲料。啊，小姐怎么突然要养猪？让江婉如天天粗茶淡饭，她只会越来越瘦，越瘦越惹人怜，到时候还不知怎么编排我。所以以后每次给他们和柳氏的饭菜里都加一把猪饲料。小姐，你变了，以前什么都不计较。以前我不计较，所以我死得最惨啊。气死我了，江婉宁！上次咱们在街上收拾了那个孙贵底下的官兵，没想到他竟还敢放肆，不仅没把钱还给村民，还把他们又揍了一顿，甚至……什么？穿男装可真好玩，我早就想逛窑子了。以前你总假正经不陪我去，还不是听你说那孙贵天天不在衙门当值，来逛青楼，别忘了正事儿。
几位颜面生得很，第一次来。正是，少废话，把你们这儿的姑娘都给小爷叫过来。爷这么急呢，心里可有人选？给我们开最好的房，找几个姿色好的，伺候好了，银子管够。二位爷放心，满京城数我们的姑娘最漂亮。这就是你们醉仙楼的货色。没了就去别家，醉仙楼不过如此。爷，您倒是说说想要什么样的？不瞒你说，我这位朋友家里可不一般。听说你们这儿的花魁小桃红不错，小桃红正在陪客，我们这儿没有中途换人的规矩。你让小爷我等？这天底下敢让小爷等的人不多。那位也是大人物，知府大人呐。孙贵，果然是他。我跟他熟得很，带我们过去，我们自己跟他说。你们是何人？竟敢擅闯！孙大人，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你是？我是您的债主，专门来讨要你私扣下的那些摊贩的银子、于海的补偿金，还有殴打村民的医药费。就是你们那天挑唆那些贱民来衙门闹事的，还敢自称什么王妃、大理寺卿的女儿？少废话，拿银子，给还是不给？不给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确定？别说王妃，就是你家琅琊王来了我也不给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办的事儿圣上都知道。跟这种人废什么话？哼，你们若识趣，留下来陪老子耍耍；不识趣，今天你们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我可是纯妃的表舅，这暗卫都是皇上给的，谁能大过圣上？姑奶奶天生吃了豹子胆！银子退不退？退，我退！别打了！几位可以起来了，把这个姓孙的和这些银票带去给王爷复命。你们袖口的刺绣是王府暗卫特有的，我知道你们是谁的人。等等，他们是琅琊王的人，那你刚才……前世，琅琊王就是凭借从孙贵那儿收上来的证据，才一举废掉纯妃一族，在朝堂上名声大噪的。这一世，不如我顺手帮他加快些步伐。王爷，暗卫回禀，王妃她今日去了醉仙楼，还替百姓讨回孙贵贪污的银子。点蜡烛。王爷，这是纯妃的母家开黑矿，为大长公主铸造兵器的证据啊！我们找了2年都没找到的东西。他不是误打误撞。王爷，进宫。此证据只能指向纯妃，指不到大长公主一脉。若是证据不足就动手，怕是打草惊蛇。所以臣建议，不如先收拾纯妃，顺便敲打别的世家。皇上，朕也是这样想的。听说这事儿是你那小媳妇儿误打误撞发现的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传旨，宁远侯府嫡女江婉宁心系百姓，不畏强权，封柔家县主，赐实录。知府孙贵联合纯妃开黑矿私造兵器，全族难定好，问斩。是。阿川还不走？朕这里今日没你的饭。臣想着顺路去侯府传个旨。你呀，朕从没见你对谁这么上心，怪不得这些年死活不肯娶妻。吩咐下去，务必保护好江婉玲的安全。算了，朕都能想到的，阿川自然能想到。王爷，皇上的人一直跟着。不是今日才跟的。
皇上连你也防？他不是防我，他是怕我死。可自从登基后，圣上就不像以前和您并肩作战的那个人了。自古帝王多薄情，现在不想让我死，是因为还用得着这把刀。等有朝一日我好了，大权在握，第一个想让我死的，怕也是他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宁远侯府嫡女江婉宁封柔家县主，赐实禄。钦此。辛苦王爷亲自跑一趟，正巧顺路，替圣上分忧。本王爷有些事想单独与宁宁聊聊。王爷请便。以后这种危险的事，直接来找本王。王爷不是来问我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安全更重要。日后有事皆可来找本王，不必弯弯绕绕将自己牵扯其中。好。如儿，你疯了！隔壁听见怎么办？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封县主？以后见了他我还得行礼，嫁去王府还得给他请安。娘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把侯府的一切抢过来？你去问那个人，能不能现在就把侯府所有人都杀了？闭嘴！那个人不是你我能使唤的。小心，江婉玲还没出事，你我先死。娘，你说那人身份很高，他到底是谁？跟江婉玲到底什么仇？原来是他。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就差最后一步。这个时候，你绝不能出差错。娘放心，反正迟早有一天，他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姨娘、二小姐，这是近期的收益。娘，才几天就赚了这么多，这还是少的。老奴这次跟着王管事去，听别的卖家议论，有人足赚了10万、100万。100万两！那人不仅掏光家当，变卖所有值钱物件，还去钱庄借了不少，全砸进粮食里，几天就翻了。娘，拿去。娘，你还有那么多首饰。姨娘，这一把成了，以后还怕少这些东西，再也不用等人赏数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二小姐到时候比江婉玲那个嫡女穿得好，戴得贵。等等，我把首饰整理一下，帮我全当了。娘，要不要去钱庄也借一些？不借。万一出事，没了银子还能活？借了还不上，被侯爷知道就完了。还有我娘的私印，能借多少借多少。二小姐放心，小的办得妥妥当当。二小姐如此气魄胆识，日后必定大富大贵。赏你的。大小姐，所有的都在这里了，还有二小姐赏的5两。二小姐赏你的，你拿着。海棠，其余的都收起来。王管事，你可以走了。是。路途遥远，多带些吃食。大小姐，您这是……小姐说的还不够明白？您可是曾经卖主求荣的人，还想留在侯府？大小姐饶命！小的全家都靠小的养活，要是没了这差事……小姐没把你送官府，还给你留了5两银子，已经是天恩。你觉得就算小姐留你，过几日柳氏会留你？海棠，收起这些银子，去把于海叫来。是。后日便是春宴会，我若没记错，前世就是在春宴会后，裴彦川病情加重，
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。多谢王妃救我母亲，此等大恩，我当涌泉相报。我需要你为我救一个人，他会在。你说什么？奴婢跟过去，隔着门缝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个男子。他把我和姨娘关禁闭，自己倒在后院养野男人。好啊，江婉玲，装的一副冰清玉洁的样子。我倒要看琅琊王和爹爹给知道了，你还怎么嫁？二小姐，不好了，姨娘叫您赶紧过去。娘，是不是王管事送银子来了？娘，你怎么了？王府跑了。什么叫跑了？他家人还在京城，跟了娘10多年，全家搬空了，什么线索都没留。不光王府，梁府斋换了人，侯府所有铺子上上下下全换了一遍，是大小姐动的手。完了，娘，全完了。你头上耳朵上光秃秃秃的，你是不是也把钱偷去了？张嬷嬷，找我的丝印，丝印不见了。娘，快去请大夫，把侯爷爷请来。娘，你别吓我，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江婉宁在侯府偷藏男人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别说管家权，她连琅琊王都嫁不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怎么会骗你？只要把这事捅出去，她江婉宁身败名裂，管家权就回来了。你先告诉我，你向外面借了多少钱？3家钱庄，5万两。我10年才攒3万两，你借了5万。姨娘，事已至此，此事不可轻举妄动，一切听我安排。江婉宁，江姑娘对医术很感兴趣，不如我把这一身本事交给你。你愿意？你救了我娘的命，我教你医术也算报恩。到时候那个重要的人，你便可和我一起亲自去医治。好，那我以茶代酒，拜你为师。玲玲，我找你半天，海棠说你在这边。灵念，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江婉如那边请了大夫，柳姨娘吐血晕倒了。我知道，是你干的。他们自己愿意上钩，走去瞧瞧。苍天啊，这才是我认识的江婉宁。父亲，母亲，女儿听说姨娘病了，特意来看看。宁宁有心了。姨娘屋里怎么空荡荡的？值钱的摆件都不见了，梳妆台上也没几件首饰。是啊，姨娘屋里的东西呢？老爷恕罪，那些东西都没有了。什么意思？妾身想做善事，平息愧疚，把东西都变卖捐了。做善事？姐姐这是不信，我娘自幼出身贫寒，喜欢帮穷人有什么错？妹妹误会了，我只是担心过2日春宴会，二妹妹和我同去，若是连像样首饰都没有，不过也没事，我会帮你的。侯府的女儿出去，一定要惊艳众人。贵才信你帮我，又有好戏看了。娘，她故意整我，咱家钱都没了，还让我去春日宴，她就想寒碜我。她针对你是应该的，哪个女人能原谅抢了自己未婚夫的人？那你认识的那个人呢？派人直接杀了他不就完了？住嘴！我教你的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啊！得罪江婉宁，顶多就是你我受点罪，可要是惹了那个人，耽误了事儿，你我的脑袋都别想要了。二小姐就是一时气话。你最近怎么胖成这样？女人先瘦才惹人怜，你这身子怎么见世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明明吃的清淡，还敢嘴犟。算了，张嬷嬷，把我压箱底那套水仙裙拿出来。是。这裙子太美了，这是我给你配那支舞准备的。春日宴穿上它，一鸣惊人，让全京城的男人都拜倒在你脚下。宁宁，你今天穿红的，怎么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疯了！以前天天白衣素裙，今天跟换了个人似的，烈焰骄阳啊！这不是开窍了吗？二小姐今日真是漂亮，京城这么多官宦小姐，属您最出挑。是啊，大家都沦为背景板了呢。这衣服是我娘珍藏多年的，全京城独一份儿。哇，好美啊！哇，
就是侯府嫡女，比江婉如好看太多了吧？江姑娘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江姑娘今日当真美得出众，我还以为宫里的哪位妃子呢。各位夫人、婶婶谬赞了，我们一起入座吧，请。大姐姐，我来的时候没见你马车，还以为你先到了呢。哼，姐姐叫得亲，过段时间你还是早早改口叫婆母吧。也对，确实不能乱辈分。大姐姐，我知道你怪我，可你已经惩罚过我了。妹妹，再哭妆就脱了。听说世子一开始看中的就是江婉如，是江婉宁横插一脚。真的假的？刚刚江婉如自己说的，你看她面对江婉宁的委屈样，不像假的。这群人，他来这么早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大长公主到。参见大长公主。想必你就是我那侄儿新封的县主，未来的琅琊王妃江婉宁。正是臣女。前世，大长公主可是与纯妃一伙，如今我和裴彦川帮着圣上灭了纯妃，她必视我们为最大的死敌。更何况，我也想出去玩。那新县主可否帮本宫陪陪平安？是，大长公主。你就是那个为了赌气嫁给快死的老男人的县主？不是赌气，是钟情于他。蠢货！哎，你们有没有人把拿手本事亮出来，比试比试啊？臣女愿为郡主献上一曲舞。你是小女江婉如，宁远侯之女。哦，就是那个抢了嫡姐男人的庶女。郡主，这是误会。原本就是要将嫡姐赐婚给琅琊王的，世家遮丑的法子罢了。不过你一个庶女能让世子看上，也是有几分狐妹子本事的。世子，你说是不是？郡主说话何必这么难听？长了眼睛的都知道，江婉宁比江婉如好看，身份还高。想不到这平安郡主虽说话很辣，倒也是个直性子。你也别美，嫁个大你17岁的老头子，小心嫁过去就做寡妇。郡主，好日子不如开心些，臣女愿献舞一曲。哼，舞吧。切，在这种场合跳舞，勾男人的口气罢了。怪不得世子不要嫡女要庶女，换我也这么选。世子当初怎么不把两个都收了？一个端庄，一个风尘，岂不美哉？庶女才艺都这么好，不知这侯府嫡女如何？要不弹个曲儿来？弹曲儿？雄心豹子胆，当我们是什么歌姬吗？听说那位嫡女不是嫁了一个年纪大的琅琊王吗？为了权贵，连老头都能忍，弹个曲算什么？大不了我们这群公子哥多赏2个玉佩绸缎就是了。就是，又没说你。皇上不及太监急，你才太监，你全家太监！哎，比起弹曲儿，我更擅长射箭，你想看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祖父可是尚书。你既然这么怕死，说话就管好舌头，不然我这剑从你嘴里穿过去。你猜是什么场景？郡主，宴席备好了，大长公主请您过去。宁宁，厉害！今日家宴，本宫特意请了曲娘子来为大家演奏。这衣服是画舫姐姐设计的，
没想到今日撞了同款。你早知道他会穿这身。柳姨娘当年和曲娘子同出一个画坊，这衣服画坊花魁人手一件，她没衣服穿，自然会拿来。殿下，请允许奴家换件衣裳。云，丢了吧。裴彦川那小子好福气，人都活不久了，还能娶这么漂亮的妻子。多谢县主刚刚赔平安。公主言重了，郡主性子有趣，我也喜欢。唉，你和我家平安年纪相仿，正是花季，可惜如此娇嫩的小花姑佐就要被老牛啃了。这是想拆了我与裴家？不如本宫做主替圣上回了这门亲事，给你另说一门。清远伯府三公子就不错，你看如何？不如何。参见琅琊王。放肆！琅琊王如今见了本宫，连礼都不行了。圣上都免了本王行礼，大长公主总不能想越过圣上。不论君臣，论辈分，本宫也大你一辈。可惜，本王姓裴，不姓萧。听闻有人多管本王家中闲事，本王来瞧瞧，顺便宣一道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琅琊王裴彦川为报副将救命之恩，求朕将其年龄虚长10岁，收恩人之子为义子。今其义子裴安已成年，琅琊王念亲父救命之恩，终身保留世子之位。钦此。爹，你……他不会是为了让我不被嘲笑，特意求的这道圣旨吧？什么？世子不是王爷亲生的，虚长10岁，王爷才23。哟，这圣旨是专门来护卫过门的媳妇儿的吧？可又如何？有些人命里孤苦，怎么都救不回来。殿下说的对，命是天定的，不是旁人一两句话能定的。攀上琅琊王就是不一样，可千万抓好了，这男人靠不靠得住，你那死去的母亲最清楚。是吗？大长公主权势滔天，也没见驸马对您一往情深，何苦抓着别人的家事不放呢？江婉宁，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这样跟我母亲说话！江婉宁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莫青。是。裴彦川，本宫的女儿也是你说打就打的。郡主不听话，殿下舍不得教，我这个皇兄自然该代操。我女儿想做什么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本王的王妃想说什么，也轮不到殿下和殿下的女儿指手画脚。本王活一日，就不允许有人对她指手画脚，否则别说一个郡主，就是公主，本王也不放过。可许本王送你回去。那宁宁就交给王爷了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说过这个密会永远守住，我父母难道白死了吗？当年世子的亲父临死前求着王爷认你做养子，娶你母亲，王爷不肯，他便死不瞑目。你胡说！你母亲说是性子高洁，为夫殉情，可实际上是你父母看出来王爷在太子心中的分量，才临死用恩情裹薄，用那一点点可怜的恩情算计王爷一生。竟是这样。裴安，当年之事
彼此各有难处。为了你，我可以不在意旁人说什么，可未来王妃不能。希望你能明白。如今你依旧是世子，若是真想建功立业，凭个人本事还有机会。只是这琅琊王之位与你再无关了。裴彦川，这琅琊王之位必须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！你做这一切，只是为了让我宽心。不过是莫请多嘴。王爷，您今天来不就是给王妃撑腰的吗？你的身份，我外祖父跟我说过。你今天把这些事爆出来，大长公主顺藤摸瓜，很容易就能查到你。我受点嘲讽不算什么的，可你不必有负担。20多年了，我一直藏着，也抓不住敌人尾巴。所以你拿自己当诱饵？喝茶。算了，你这人啊，算计的深，我是比不过。不过我今日有个礼物送给你，先跟我回家。大小姐，你好歹已与王爷定亲，怎能把外男藏进府里？果然，不是的，我听见有人喊救命才进去的，结果刚进去就被套了麻袋。大小姐糊涂啊！你和如儿都定了亲，传出去，王爷和世子的脸面往哪儿搁？琳琳，此人当真是你藏入府中的？回父亲，是的。事到如土，还不快把这人乱棍打死！再求王爷给个妾室之位，好歹保住侯府名声。姨娘，我问你，江婉如若犯了此错，你也这样？自然。父亲可听见了？大小姐事到如今，攀染如儿做什么？我还没说是谁，姨娘这么急认什么？王爷，你信我吗？信。阿海就是我送给王爷的礼物。胡闹！大小姐疯了，当着王爷的面叫外男叫得这么亲，还说是给王爷的礼物，王爷怎么受得了？阿海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琅琊王。就是他，你很重要。姨娘，王爷在战场回来后有旧伤，他专为王爷调养身子。倒是姨娘把神医五花大绑，恨不得乱棍打死。这要是传出去，王爷可对害您性命的人感兴趣。不可能，此人如此年轻，说是大夫，谁信？父亲，一试便知。王爷是否时常呼吸困难、腹胀、四肢瘫软？不错。那便8九不离10了。能治吗？不过此法有些惊险，换血。换血并不需要一命换一命，找到合适血型，每人抽一些便可。既是你信的人，本王自是信的。王爷虽信，可若出了意外，那可是灭门之灾。父亲放心，换血之前，女儿先拿自己试一遍。胡闹！胡闹！江小姐救我娘一命，我愿意先给自己换血，以证此举没有不妥之处。为保小姐清誉，我也愿随王爷去王府，照顾您的饮食起居。日后江小姐若是要学医术，每日前来王府即可。如果顺利，1个月后便可为王爷换血。哎呀，这误会闹的！误会？阿海说了，他是听见有人喊救命才过去的，一进去就被人套了麻袋。姨娘确定这是误会？想来是丫鬟打闹，被于公子听错了。老爷，妾身冤枉！父亲，此事先放一放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。把人带上来。这几位是？回父亲，都是京城有名的钱庄和当铺的老板。侯爷，小的是金满堂的，府上柳姨娘拿私印借了钱，迟迟未还。我们掌柜吩咐小的来要账。印子钱，
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柳姨娘不仅借了印子钱，还指使王福把侯府粮仓的粮食调卖，差点卖给了西夏国。柳氏，自你入府，本侯从未亏待你们母女，竟为了银子不顾整个侯府安危，叛国！老爷，妾身也是被那王府骗的，妾身冤枉。若不是你贪财，能被小人所骗，你的话本侯还信得过吗？你说东西都捐了，就给本侯捐出这些来，去家法。柳氏，欠钱庄的银子，你自己想法子还，休想让本侯替你出一个子儿。父亲，您练武之人下手太重了，姨娘好歹是二妹妹的生母，这样打下去会出人命的，不如交给女儿吧。女儿力气小，罚了也不至于伤了性命。还是宁令懂事。姨娘跪好了，打偏了不作数。大小姐，您要打就打奴婢，姨娘身子弱，受不了。倒是主仆情深。姨娘，江婉宁，你敢打我娘？要是出了事，你赔命！我侯府唯一的嫡女，太傅唯一的外孙女，未来的琅琊王妃，圣上亲封的县主，就算要了一个妾室的命，你觉得是什么大事？好妹妹，姐姐吓到你了，这最后一鞭子，不如你替姨娘挨了。到时候父亲看见你的伤，定然心疼，再有姐姐帮你求求情，那5万两银子钱，没准父亲就从宫中出了。父亲不愿意替姨娘还钱。好。你打我脸！妹妹，打脸上才逼真。我会告诉父亲，你冲上来护姨娘，不小心打偏了。放心，姐姐有药，不会留疤的。还不快把姨娘和二小姐扶进去！芍药，二小姐的人全部换掉，换我们的人盯住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，小姐。那张嬷嬷呢？那老邓最该盯住，留着她。钓鱼总得有鱼饵。走，该去父亲面前哭一哭了。爹爹，都是女儿的错，求爹爹责罚。惩戒是二妹妹突然闯进来，长鞭来不及收，不小心打在妹妹脸上了。爹爹，能不能进宫请太医给妹妹瞧瞧？大小姐您就是心善，刚才二小姐还指着您鼻子骂，说姨娘这样都怪您，春渊会出丑也赖您。芍药多嘴。她一介庶女，怎配大动干戈请太医？老爷，二小姐求见。不见，让她在祠堂跪着，每日4个时辰。爹爹，这样会不会伤了妹妹的心？好孩子，你这段日子都瘦了，前些日子爹爹得的好东西全给你送去。前世什么都分给江婉如，这一世她一样也别想拿。
在场边，父亲会心软吗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妹妹，我刚替你求了情，可父亲说你再胡闹。江婉宁，你装的本事还没我高明呢。这里又没有人，什么人演什么演？你不就是嫉妒我勾引了世子？实话告诉你，对，我们就是很早前就在一起了。过不了多久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侯府、王府都是。你说什么？爹爹，是他设计我。你姐姐一直在替你们母女求情，甚至想请太医给你治伤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这么好心。琳琳没受伤吧？女儿无碍，妹妹只是一时气话，女儿会处理好的。大小姐，事情妥当了。好，我这就过来。我已经讲了20多遍了，王爷您到底还要听几遍啊？他怎么哭的？那会儿我已经回来了，真不知道。黑心汤圆可爱，这么有趣的八卦，竟然没叫本王一起。恋爱脑，看来以后得抱紧王妃大腿了。怎么是你？不是说是芝芝找我吗？芍药呢？宁宁，是我想见你。世子请自重。江婉如的事是我错了，我这些日子总想你，我发誓只爱你一人。胖成那样又出了丑，你不是不会碰他，是不想。世子自重，我如今算你母亲。他都不是我父亲，而且我知道他中了剧毒，活不了多久。等他死了，我就是琅琊王，你还是王妃。他的毒能解，也就你单纯。宁宁，我给你台阶了，别不知好歹。今日你来了，就别想完好走出去。你疯了！你下了迷情香。别挣扎了，药很烈，来吧。让本世子好好瞧瞧你身段。瞧你大爷！啊！贱人，我的眼睛！来人啊！啊！给我进来，把他按住！来之前我已经让人找王爷了，今天我就算死，也不会受你侮辱。他死了，琅琊王妃宰了我不可，快让他吐出来！婉宁，立刻押入地牢，本王亲审。我没有。去叫大夫，快！这毒我解不了，本王的毒你都能解，他的你解不了。不一样，你那毒我解了能富贵，他这毒我解了，你能要我命。不是中毒了吗？严格来说，媚药也是毒。嘴角的血是我教他做的吐血丸装死用的。他现在就是，您最好现在跟他睡一觉。好热，水。好热。多盖点就不热了。备冷水，把那个什么江湖户外的找来。人家叫海不叫河。你说王爷为啥不进去？可能不行吧。王爷哪方面不行啊？跟了王爷这么多年，从没见他身边有姑娘。有一次美人计，那女子坐他腿上，王爷一巴掌把人推下去了，还嫌脂粉味大。闭嘴！本王全听见了。
别担心，我已经无碍了。当真？哦，对了，今日裴安身旁那个小厮，好像是……此事本王会处理，日后派暗卫跟着你。这是王府所有田产铺子的明细，还有管家印章和钥匙，左右迟早交给你，不如现在就……可我还没过门。需要什么，直接用。你自当小心。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他救过你的命，你答应过他要照顾我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。边疆苦寒，他把我娘缝的棉衣都给你穿，唯一的大饼也多分你一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生父的恩情，从今日起被你耗光了，去自己领20军棍。日后再敢动他一根手指，本王送你去见你生父。王爷，今日他身旁那2个小厮查过了是禁军，属下觉得他背后大概率就是大长公主。本是将门之后，奈何自甘为贼。小姐，这里头都是老夫人的旧物，老太爷不让扔，也不让人碰，10几年了，你怎么突然想着拿过来了？我想看看外祖母和娘亲的东西。这是……这画是娘亲画的。这画上另一位女子，怎么瞧着有些眼熟？好像当今的大长公主。大长公主，她与我母亲曾是闺中密友。当年之情不过是她一厢情愿，你既容你不下我便离你远些，只盼姐姐念在9日情分上。这是娘亲写给大长公主的信，娘亲与大长公主后来竟是交恶了。前世我只知道大长公主是谋反的逆贼，这一世我要查清楚，这里面还有多少秘密。小姐，我找到了。小姐，之前让我盯着张嬷嬷，你猜怎么着？看仔细了？看仔细了，她鬼鬼祟祟进了一座宅子，出来时抱着个大包袱，还跟里面的人吵了一架。不过奴婢先回来给您报信儿，就没跟上去。可是我一直盯着碧荷院，张嬷嬷连门都没出过，她怎么出去的？难不成是打洞？说不定张嬷嬷去的那宅子里就有江婉如的亲父。真没想到江正的女儿如此聪慧，听说她救了个人，能治好你的病。当真？法子不错，但还没实践出来，等同于无。那朕给你寻的药还是要吃着，万一你等不到……圣上放心，臣有宁宁，不会轻易放弃我这条小命。王爷，那药吃了只会让您短寿，圣上分明知道。闭嘴！王妃的换血之法虽危险，起码不会折磨人。那药一吃，你连坐都坐不住。敌国灭，谋臣亡，这道理你不懂。他需要我这把刀，但更怕这把刀割了他的手，所以就让您痛着活，熬着死。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不无情也变得无情了。他是一位好帝王。那药您真吃？先不吃，吃了我连陪他坐一会儿的力气都没有。小姐，鱼儿上钩了。
张嬷嬷去的那院子住着个男人，姓张，19岁，没有营生却不穷，家里全是丫鬟仆人伺候着。19岁，姓张，张嬷嬷。她最近天天在石顶楼喝得烂醉。走，去会会那位张公子。张公子，您饭钱欠好几日了，10两银子，今儿能不能先结了？滚！爷什么时候差过你的钱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张胜，未来可是要做侯爷的人。张公子，别说侯爷，琅琊王来了吃饭也得付钱。琅琊王，一个快死的人了。天天吹牛当侯爷，您怎么不说自己当太子啊？这位公子的账，我替他平了。多谢姑娘出手相助。公子穿着不似穷苦人家，想是遇了难处，举手之劳罢了。不知姑娘姓甚名谁，日后好登门道谢。萍水相逢，不必挂怀。3、2，等等，在下萍水巷张府张胜，姑娘去哪儿？好巧，我也去萍水巷，听闻那儿有位白发老者，算姻缘极准。那我给你带路。姑娘先歇会儿，我让人去请那老者来。老规矩。姑娘，请用茶。姑娘真是国色天香，这等容貌还需悄看姻缘。看姑娘才貌是大户人家。公子说笑了。说到大户人家，前阵子听说宁远侯府的姨娘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，前阵子凑了几万两银子呢。就连那姨娘身边的嬷嬷都过得极奢侈，那才叫大户人家。狗屁的嬷嬷，那分明是什么？没，我也是听说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告辞。再等等，隔壁院那老者就快回来了。不了，天色已晚，我改日再来。那好吧。岂有此理！少爷，您消消气儿。张嬷嬷对他的眼神像母亲看儿子，可张嬷嬷是女的，2个女人怎么可能生出孩子？江婉如的亲爹到底是谁？王爷的身体已经到了强弩之末，眼下要尽快。王爷，圣上吩咐老夫照看王爷身子，这药若再不食，恐怕……什么药？能否让我看看？你是在怀疑圣上？王爷，老夫需亲眼看您服药，再把脉回禀圣上。有劳钱大夫。老夫会如实禀报圣上，告退。阿海，你放心，王爷刚才吃的是普通补药，钱大夫那边的药早被换了。你们早知道了。哼。我已经研究出了验血型的试剂，只差输血的仪器。王爷再撑一撑，我定能救你。有劳于先生。姑娘找谁？我姓江，找张胜。姑娘，请随我来。张公子，江姑娘来了。
江姑娘，我们前几日不是才见过？来，把卫帽摘了吧。动手动脚，成何体统？不是江姑娘，怎么是你？哼，那还能是谁？你这个院儿还有谁能知道？江姑娘，江婉宁。你说谁？哪个江婉宁？还能是哪个？看来他早就怀疑了。既然他知道了，就不能再等。好哥哥，你可是我的亲哥哥，你告诉我，那个江婉宁是不是很漂亮？让她做你的妻子，好不好？你疯了！她是琅琊王妃，我有命想没命想。你就说你想不想？过2日祈福节，世家贵女都会去护国寺，你只需要提前在那里等着。你有把握？只要你不掉链子，此事必成。等他在所有人面前丢了脸，看他还怎么嫁琅琊王。此事不能告诉娘，去办吧。宁宁，我这晚膳吃多了，先去如厕一下，等会儿就回。姐姐晚膳没吃多少，我特意去厨房要的，先垫垫。我不饿，但出家人讲究不浪费，不如妹妹喝。那姐姐喝杯茶陪我聊聊，我们姐妹好久没说过话了。这把戏，姐姐我上辈子就见过了。江婉宁，过了今日，谁还会要一个不守贞洁的女人？琅琊王再爱你，也顶不住世人嘲讽。怎么这么久？我在外面蹲了半天，冻死了。来了，把他搬到你隔壁屋子去。明早我就说他半夜出去再没回来。在这儿干什么？搬到你屋子去！不早说！谷子，好姐姐，明天你是剃度出家，还是一头撞死呢？不好了，姐姐不见了！昨夜姐姐说腹痛出去了，今早床铺跟昨晚一模一样，她一宿没回来。你胡说什么？宁宁肯定是走错路了。大家快派人找找吧，万一姐姐出了什么事。就是一点机会。昨夜山上人多，别是走错了男子的房间，那可就……人都没找到，别瞎猜。宁宁那么聪明，不会让有心之人得逞。沈姐姐，我也是担心姐姐啊。我又没说你，你上赶着承认什么？心虚。玲玲，姐姐怎么在这个房间？你脖子上……没什么，蚊子咬的。夜里你打鼾太重，隔壁空着我就过来了。我什么时候打轮了？昨夜禅房都是满的，还用艾草熏过蚊虫，哪来的蚊子？偏偏叮了江姑娘脖子一口。姐姐，不如就让大家进去看一眼屋子，也好证明你的清白。小姐，王爷特地叮嘱，今日天凉，让您喝点热汤。哟，原来琅琊王也在啊，那怪不得这脖子。小夫妻两个。妹妹还要再看看吗？你怎么在我房间里？不是你让我在这儿的吗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昨夜你让我陪你，早上又让我去隔壁。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，连王爷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也好意思说玲玲跟你有勾搭？你们不信？我还有她的贴身之物，上面绣着一个宁字。你确定上面绣的是我的名字？芝芝，打开给大家看看。这哪是宁宁的，分明是江婉如的。江二小姐好毒的心！
平日装的温柔可怜，原来全是假的。抢了嫡姐的婚事不够，自己还找了奸夫。他不是我的奸夫，他是我哥哥。他是姨娘入侯府前生的，是我亲哥哥，我怎么可能跟自己哥哥有什么？对，我是他兄长。柳姨娘不是说自己做歌妓时是清零吗？怎么还有个儿子养在外面？那江二小姐是谁的女儿？我是爹和娘的孩子，兄长小时候走丢了，最近才找到。既然如此，父亲为何不知？我看还是把此人押下去，带回侯府交给父亲审问。妹妹在想什么呢？姐姐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阿川，你这王妃了不得，比朕后宫那些嫔妃有趣多了，总是以身犯险，关心则乱，那丫头精着呢。你瞧什么呢？陛下恕罪，那姻缘树上好像有2只猴子，看着好玩。猴子？那分明是2个人。走，看看谁家姑娘这么不顾形象，大白天爬树。再高点儿，挂得越高越灵。够高了吧？不够，最高那根。啊！玲玲！王爷。臣女参见皇上。都起来，微服出巡，不必多礼。阿川平安，你媳妇儿给你的。被人抢了女人是小事，被人抢了权才是大事。听说那位未来的王妃找到了能治裴彦川的法子。是，但她未必等得到。为防万一，早些动手。怎么，念父子之情不舍？时机未到。皇上寿辰之时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别让我失望。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被姐姐暗算，差点连累世子，都是如儿的错。暗算你？难道不是你先陷害的江婉宁？世子竟然也这样想如儿，如儿在侯府受尽委屈，好不容易才见世子一面。那男人到底是谁？是我兄长，姨娘后来才告诉我的。若真是你兄长，我不怪你；若不是，你知道败坏我名声是什么下场？江婉宁，我一定把你拉下地狱！柳姨娘，此人你可认得？妾身怎会认识外男？不认识？那他与如儿奸情属实，来人，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什么奸情？姨娘还不知道吧？此人身上有妹妹的贴身衣物，若他不是姨娘嫁入侯府前与人生的私生子，那就只能是妹妹的相好。这侯爷，不管哪种，此人留不得。爹，动手吧。侯爷，此人，姨娘是要替一个外男求情。侯爷饶命，此人是老奴的儿子，嬷嬷，你一辈子在姨娘身边伺候，从未成亲。女子怀胎10月，怎么瞒得住？您这儿子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嬷嬷不过是替主子顶罪罢了。就算他是你的儿子，今日也跑不了。父亲，他在护国寺拿着妹妹贴身衣物招摇，京城权贵的家眷全看见了。妹妹和世子的婚事是圣上赐的，此事传到圣上耳朵里，姨娘想好了再回话，是保一个，还是一个都保不住？张少是妾身入府前与人生的私生子。荒唐！
你青奴身份入府，本侯多年愧疚补偿，原来一直在替别人养儿子。父亲，还不止。这箱子里全是侯府的物件，被张胜拿去当了。他还逢人就说自己将来是侯爷。杀了他，让柳姨娘亲眼看着。是你，对不对？姨娘说哪里话？是妹妹先动的手，若不是她设的局，张胜死不了。再说了，以我的身份和身手，想杀个人用得着这么麻烦吗？如儿呢？二小姐被侯爷关在祠堂了。侯爷还说什么？侯爷说明日就进宫，让皇上收回赐婚，让二小姐削发为尼。他连如儿都不放过。姨娘，我们……嬷嬷，他不是要杀张胜，他是要逼我亲眼看着我儿子死在面前。拿纸笔来，我要给那人写封信，求他救救我的孩子。胜儿没了，如儿万万不能再出事。小姐想什么呢？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让柳姨娘心痛，是想逼出江婉如的亲爹。可除了柳姨娘和张嬷嬷，没人有反应。小姐你快看，这儿有蚯蚓。地上潮湿有蚯蚓，大惊小怪。于公子说蚯蚓是雌雄同体的，我就好奇他什么时候是男的，什么时候是女的嘛。芍药，我知道了。小姐你去哪儿？去王府。江婉宁倒是好手段，3两下就把柳姨娘那废物打趴下了，连儿子都保不住，本宫留他何用？柳氏虽蠢，但她女儿江婉如还在，而且柳氏并未供出殿下。他不敢，他一家老小的命还捏在本宫手里。那个张胜死了就死了，但本宫需要一个新的妻子。母亲的意思是，那个江婉如，本宫要了，给她个身份，让她知道这世上能救她的只有本宫。至于裴安，他最近对江婉宁还没死心吧？是，世子对他仿佛已成执念。好，那你去告诉他，本宫可以帮他得到江婉熙，只要他肯替本宫做好那件事。阿海，蚯蚓雌雄同体，人有没有可能也是？确实有这种人，俗称双性人，既能让女子怀孕，也能自己怀孕。张嬷嬷，张嬷嬷就是江婉如和张胜的亲爹，怪不得我查遍天下也找不到江婉如的父亲，一个嬷嬷，谁会怀疑？阿川，这那姑母怕是已经开始布局，想对你和你的王妃下手了。前几日她进宫，说与侯府庶女就那个江婉如性情相合，认了做义女，还跟朕讨了个县主身份。她有从龙之功，当年战场上救过父皇，朕不好拒绝。姑母此举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圣上放心，我定会护好宁宁，过2日寿宴上的事，也不会再出差错。给宁宁送去，让她当心大长公主。真正的较量要开始了。果然是他。宁宁，鱼儿上钩了。走，去看看父亲在干嘛。宁宁，你当真是心善，他们如此，你还想着拉我来看望姨娘和妹妹？那是自然，毕竟从小一起长大嘛。不过今日这姨娘院里怎么连张嬷嬷都不见？柳姨娘，张嬷嬷，你们……老爷、夫人，你听妾身解释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父亲，我听闻有一种人天生既是男的也是女的，既能生孩子，又能让别人生孩子，难不成张嬷嬷就是？大小姐不要冤枉老奴。侯爷，这10多年您从未在姨娘院子留宿过，
是个人都有欲望，姨娘没去找别的男人，只是让老奴帮帮忙。那就验一验不就知道了，派个嬷嬷查看便知。父亲，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你的事儿，回去。父亲，我如今是大长公主的义女，张嬷嬷伺候姨娘与我多年，还望看在大长公主面子上，不要为难。这就开始威胁父亲了，日后还了得？你竟敢打我！我与你一样都是县主，打就打了，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来人，给我验，好好验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启禀老爷，张嬷嬷确实如大小姐所说。柳姨娘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爹爹，张嬷嬷跟在柳姨娘身边多年，又是这种关系，谁知道二妹妹到底是谁的孩子？爹爹，我是您的女儿，纵使姨娘和嬷嬷有什么，我是您亲生的。来人，压住他们！今日我要问个清楚。这是验血型的试剂，父亲和江婉如的血型只要不一样，就不是亲生的。哼，血型不同。你怎么知道？真的是他。父亲，看来只能用刑了。来人，杖责，打到的说实话为止。别打了！我说，江婉如，我是姨娘和嬷嬷的孩子，不是父亲的，不是父亲的。好得很！你们一家合起伙来骗了我这么多年。父亲，恐怕不止如此。当年张嬷嬷入府也是过了体检的，能在侯府体检下蒙混诺关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幕后必有主使。此事没那么简单，不如把他们交给女儿审。审！务必审出幕后主使。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侯府。明日我便贴告示，你既不是江府之女，也不必随我姓了。这是哪里？眼熟吗？前世在这里终结，今生我们也在这里了断。娘！柳姨娘嘴太硬，怎么都不肯说大长公主为何要对付侯府。既然不说，那他们只能死。来人，先送张嬷嬷上路。是。小姐，奴婢好奇这种人内脏长什么样，不如把肚子划开看看。你这样一说，我也好奇，划吧。住手！我说，你们住手！我说，大长公主，当年与你母亲关系甚好，她让我这么做，是因为一个男人。继续。驸马心中有个人，就是你母亲。大长公主有次偶然闯进驸马书房密室，发现里面全是你母亲的画像。他为了让你母亲痛苦的活着，就让我时时出现在你母亲身边。侯爷不懂情爱，我只要稍微装可怜，他就心生同情。你母亲就亲眼看着自己的男人当着自己的面去同情另一个女人。那我母亲年纪轻轻就早亡。大长公主是让我给你母亲下过药，但那药不会要命，只是让人身子不舒服。你母亲早亡，主要还是因为心病。就为了一个男人，你们就要这样折磨他？该说的都说了，求你放过如儿，给我个痛快。你觉得我放过他，他会放过我？只要你不跟我抢，我绝不再与你为敌，我发誓。这话偏偏你自己就成了。海棠，给柳姨娘治伤，也不必全治好，吊着一口气就成，不然怎么承受我每日来鞭她呢？你答应给我痛快的。我说给个痛快，可没说给你们所有人。杀了。拖下去，喂王爷院中那只老虎，把他送到大长公主府门口。他怎么会对地牢这么熟悉？长公主放心，我已安排妥当，圣上生辰之日，必定万无一失。谢大长公主救命之恩，小女没齿难忘。
宁远侯已经公布你不是亲生的，柳姨娘也被处置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宫的义女。本宫需要你们帮我做最后一件事，这将是我与皇帝、与琅琊王的最后一战。报皇上，咱们的探子截下了大长公主的信。姑母竟真的联合裴安，找了西夏人帮忙，寿宴当日要夺朕的王位。哼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叛国，当年和西夏人屠我满门。呵呵，叛国，在他眼里，这天下本就是他萧家的，朕才是篡位的乱臣贼子。朕会派10万精兵藏进宫中地库，寿宴当日，你只需时刻在朕身边，等西夏人入瓮。若西夏人不来呢，皇上，那便只能看大长公主的命数了。寿宴之上，臣庇护陛下周全。阿川，朕知道你身体不好，那毒太医怎么说？陛下放心，臣无碍。我们已经没有瓜葛了，你找我做什么？从大长公主那儿刚回。你派人跟踪我？裴安，你生父裴泽20年前在战场上为我挡了的那一刀，从左肩劈到右臂，他在我怀里咽的气。可你若走错了路，我保不住你。大长公主要造反，你知道，禁军2万人被他拉拢，你知道，他联系了西夏人，你也知道。那又怎样？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琅琊王之位，还有江婉宁。裴彦川，你中毒快死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于海那个大夫是你找来解毒的吧？可他解得了吗？等你死了，琅琊王之位就是我的，江婉宁也是我的。什么叛国，什么大义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要的不过就是赢你，我也一定会赢你。王爷要动手吗？罢了，明日寿宴上自有他的命数。大长公主，我西夏精兵已潜伏入京，藏于城南几家车马行和客栈中。寿宴当日，只要公主信号一起，我等便杀入殿。赫连将军辛苦了，带我坐上皇位，河西走廊3州归西夏，本宫说话算话。公主爽快！我西夏皇帝说了，只要公主登基，两国永结盟好，世代同商。殿下，若失败，没有若，萧玉的命本宫要定了。寿宴当日，百官齐聚，萧玉坐在龙椅上，禁军封锁9门，西夏死士从殿后杀出，前后夹击，插翅难飞。可裴彦川定会护在皇上身边，他的剑……裴彦川，一个将死之人罢了。当年他中了西夏的毒箭，那箭上的毒是本宫亲自下的，那毒会慢慢侵蚀他的5脏6腑，他自己估计都不知道，他越用剑，毒发得越快。寿宴上他若动手，必死无疑。时辰不早，在下告辞。寿宴当日，静候佳音。你那个养父，寿宴上会护在萧玉身边，届时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我知道。殿下，如儿愿戴罪立功，替世子给裴彦川下药。如儿是女子，她不防备，确保您行动的万无一失。还算懂事。寿宴那日，我若有事，你就拿着它。胡来！你毒还没解，你答应我，你不能死。我答应你。琅琊王献礼。臣献千年灵芝一株，愿陛下万寿无疆。万寿无疆，这祝福不如琅琊王自己留着，毕竟你的身体
更叫人惦记。妹妹想换王爷的酒，这把戏有点眼熟啊。此酒有毒！此酒有毒！裴彦川，你竟敢在殿上暗中下药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殿下倒打一耙的本事倒是见着，这酒是你这位义女换的，杯子上有她的指纹，酒壶里还有剩下的，要不要当场验一验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大长公主，公主救我！不是我，是江婉宁，是她要陷害我，她嫉妒我，她一直嫉妒我。妹妹，你倒酒的时候，满殿的人都看见了，这也能赖到我头上？够了，姑母，朕给过你机会，不止一次。萧玉，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动手！禁军听令，清君侧，保护大长公主。裴安，你疯了吗？是你逼我的，你抢我女人，夺我王位，今日我全要拿回来！伤他，先动我！还等什么？谁拿下萧玉，封万户侯！杀！姑奶奶早想打这一架了。你毒发了！你抢了江婉瑜，她本该是我的。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投降，我保你不死。开地库，迎圣上进军！你早有准备，你竟还有这么多人马！先帝给朕留下的禁军是专门用来帮朕守护着天下的，你等乱臣贼子，终是邪不压正。不可能，本宫还联合了西夏。西夏军呢？赫连拓呢？世子，阿青，你为什么？12岁那年，我被一群小孩辱骂，说我没有爹娘，我气得拿刀要砍人，结果差点砍伤了自己。是你冲过来，徒手接下了那一刀，还和我说以后我们是一家人，和你不必客气，爹。这是还你前世的债。杀！陛下，城外西夏部队无一人进攻，现场所有敌军已被全数歼灭，无一漏网。赫连特抓到了吗？回陛下，赫连拓的人在宫门口跑了。不可能！赫连拓答应过本宫，他凭什么不来？姑母，你勾结外邦叛国，可外邦人把你卖了。西夏人若今日敢来，朕就敢杀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本宫算无一策，怎么会？拿下，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放开本宫！
阿川，你醒醒！江婉宁，毒已入骨髓，血脉闹流，若不换血，3日必死。送回王府，朕派太医署全力配合。刘元正，你跟去。臣遵旨。若我醒不来，拿了合离书，远走高飞。我说过，只有丧偶，没有合离。你死了，我就带着你的牌位嫁人，天天让你看我跟别人恩爱。告诉刘元正，阿川的毒可以解，但不能全解。血型匹配者：莫青、沈如之。二位可愿？王爷的命就是我的命，抽多少都行。废话少说，抽！姑奶奶血多。第一日最凶险，若高热不退，抽搐不止，立刻停止。阿川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能死，你答应过的。王妃，刘元正来了，带了圣上手谕，非要进来把脉。奉圣上之命，前来探望王爷病情。刘元正，请。元正大人，换血期间不可用针，会逆血攻心。这一针下去，王爷必死无疑。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的医术？老夫行医30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我不管您行医多少年，换血是我在管，这一针不能扎。不如这样，刘院总先给莫青把个脉，他方才也献了血，皇上想必也关心献血的侍卫。您把完脉回去也好跟皇上交差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只能如实回禀圣上了。王妃不让老夫看诊，那您如实说便是。哼！他刚才那针若扎下去，扎的是死穴，王爷必死。我知道。宁宁，开门，是外祖父。宁宁，你知道阿川这些年为何不肯娶妻？他怕连累人。这把刀，皇上要用，却又怕他太锋利，所以让他中毒，让他半死不活，让他永远离不开皇上的恩赐。这不是恩，是锁。外祖父的意思是，阿川若能痊愈，以他的功劳、兵权、威望，你觉得皇上会如何？手握琅琊军，又是英国公府遗孤，现在还是侯府夫婿，这样的人，哪个皇帝能安心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外祖父，我记住了。傻孩子，外祖父只盼你平安喜乐。年年，你娘走得早，外祖父没能护住她，但外祖父一定保住你。太傅，皇上驾到，已经到门口了。阿川如何了？王爷尚在昏迷，于大夫说今日是关键，若能撑过今日，换血便成功了。朕想进去看看他。臣女想求陛下一个恩典，臣女和王爷愿摒弃县主与王妃之位，但求皇上恩赐，我夫妻2人归隐山野，再不惹朝廷之事。可大长公主背后或许还有他人，难道阿川不想再陪朕查一场？阿川这孩子从小就活得辛苦，现在大长公主大势已去，胜负已然分晓，便也想求一个成全。老臣也想替2个孩子共求这份恩典。太傅，快请起。江婉宁，太傅放心，此事朕会好好考虑。
成了，王爷的脉象稳了。成了，毒血全部排出，心血已经循环全身，王爷只要好好休养，1月之后便可康复如初。醒了。你说过，只有丧偶，没有和离。我不敢死。裴彦川，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王爷这嘴病好了更甜了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哼！圣旨到，琅琊王裴彦川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琅琊王裴彦川平定叛乱，功勋卓著，忠心可嘉，特许养病归乡，保留王爵10亿3000户。琅琊军交还兵部，安车待步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老臣替阿川，替宁宁，谢陛下隆恩。太傅，你可曾怨过朕？朕与阿川自幼相识，并肩杀敌。可朕呢？朕给了他什么？一个琅琊王的虚名，一生解不开的毒，一个连自己真实身份都不敢示人的人生。阿川他不会怨你。朕知道，他若怨，就不会隐忍这么多年。可正因如此，朕才更觉亏欠。朕是个好皇帝，却从不是个好兄弟。太傅，替朕告诉他，是朕对不住他。这是阿川的生母当年留给他的遗物，一直没给他，是怕他拿到后会更恨朕。如今他要走了，朕不想再留了。阿川，走了好，走了就安全了。朕护不住你一世，但朕能放你一世自由。茶是苦的，像这些年欠下的债。你们真要走？苏州那么远，万一我想你了怎么办？万一我被欺负了怎么办？万一……那你就来苏州找我，我种了紫藤花，等花开的时候，你带着酒来，我们坐在花下喝。谁要喝你的花酒？我是舍不得你。芝芝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这辈子是，下辈子也是。等我在苏州安顿好了，你一定要来。我带你看太湖，吃松鼠桂鱼，去虎丘听评弹。你说的好听，江婉宁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阿川，宁宁这孩子打小就倔，他认定的事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他认定了你，你可不许辜负他。若让老夫知道你让他受了委屈……太傅放心，阿川定当不负所托，一生一世对宁宁好。看什么呢？等信。芝芝说这个月要来，怎么还没到？婉婷，我回来啦！想死我了！你在信里把苏州说的天花乱坠，我做梦都梦见吃松鼠桂鱼。你怎么还是这么毛毛躁躁的？路上没出事吧？能出什么事儿？姑奶奶，我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就是于海这个没用的，坐船晕船，骑马晕马，一路上吐了8回。沈姑娘一路辛苦，进屋喝杯茶吧。今年的碧螺春刚下来。哟，王爷亲自给我倒茶，我这面子也太大了吧！在这里。太傅爷爷，您老人家身体可好？我给带了你爱吃的京城点心。好，好，都来了好。宁宁这院子总算热闹起来了。好吃，玲玲，你请的厨子也太厉害了吧？哪有什么厨子，这都是他做的。你，琅琊王，上战场杀敌的那种，会做饭？闲来无事学的。宁宁吃不惯这里的口味。玲玲，你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德，能嫁这么个人？不是我积德，是他欠我的，上辈子欠的，这辈子来还。来，老夫敬你们一杯，祝你们岁岁平安，白头偕老。
哭够了。还没。看什么呢？等信。芝芝说这个月要来，怎么还没到？婉婷，我回来啦！想死我了！你在信里把苏州说的天花乱坠，我做梦都梦见吃松鼠桂鱼。你怎么还是这么毛毛躁躁的？路上没出事儿吧？能出什么事儿？姑奶奶，我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就是于海这个没用的，坐船晕船，骑马晕马，一路上吐了8回。沈姑娘一路辛苦，进屋喝杯茶吧。今年的碧螺春刚下来。哟，王爷亲自给我倒茶，我这面子也太大了吧？在这里没有王爷，只有阿川。行吧，阿川，反正你也配得上我家宁宁。太傅爷爷，您老人家身体可好？我给带了你爱吃的京城点心。好，都来了好。宁宁这院子总算热闹起来了。好吃，玲玲，你请的厨子也太厉害了吧？哪有什么厨子，这都是他做的。你，琅琊王，上战场杀敌的那种，会做饭？闲来无事学的。宁宁吃不惯这里的口味。琳琳，你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德，能嫁这么个人？不是我积德，是他欠我的，上辈子欠的，这辈子来还。来，老夫敬你们一杯，祝你们岁岁平安，白头偕老。阿川，你知道吗？前世我死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夜晚。这是我绣了好几个月呢，手都被扎了好多下。你看看，比小时候那块绣的好多了吧？宁宁，谢谢你找到我。不是我找到你，是你一直都在等我。这是我生母留给我的英国公府的遗物，皇上在我走之前让人送来的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爹娘还在，英国公府还在，我会是什么样的人？阿川，从今以后你有家了，你不用再做谁的刀，你只要做我的丈夫。好。我叫江婉宁，前世我以为幸福是一场骗局，这一世我才知道，幸福不是嫁对人，是嫁给那个愿意为你挡刀、为你换血、为你放下一切的人。裴彦川，我曾是英国公府的遗孤，是皇上手中的刀。这一世我不再做刀，我只做她的丈夫，守着她岁岁年年。